哎呦，我的个爷儿啊！你说你从哪弄来那么些个？别动，那不是咱的东西。不是啊！哎呦，我说呢，前日子我去碧云寺抽签儿，签上也没说咱们能怎么样啊。本来就不怎么样，那些个彩都是替人买命消灾的。是吗？哎，替谁啊？夫人家不该打听的，别瞎打听。你男人这回快把脑袋系裤腰带上了，放手一赌，赌对了荣华富贵，赌瞎了我完蛋，你也充军权。啥？我算是看穿了，这年头能决定你能否做官的人，只看一个标准。你丫的是跟咱一伙的不是？是你就鸡犬升天，不是你就一边凉快着去。我李仁俊得赌这个能决定我命运的人，我得亲口对他说，我李仁俊从娘胎里面落下来，就跟您袁大人是一伙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这样赌，这辈子你甭想出头。凤兰，你可想好了，愿不愿意一块跟我赌这一把？刚刚的会上，决定了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的任命，您猜猜是谁？就瞧您这气色，还用猜吗？我太失望了，真的太失望了。摄政王决定让自己的七弟载涛担当此任。还真是打虎亲兄弟呢。那载涛，我学生，我还不知道他能吃几碗饭吗？这半年来，我亲手打造的这支新型陆军，所有的编制编程、武器配置、人员选拔，可到头来，行了，就载沣那个器具，你还能指望他怎么样啊？凯之比我还愤怒，干脆撂挑子不干了。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他完全是为了我才留在这里做一名参谋主任的。那他们怎么安置你啊？禁卫军代办的头衔，倒也没说拿掉。你们在哪儿开的会呀？文华殿。文华殿？没听说过呀。不在三大殿吗？东华门内一处不起眼的小店。这载沣就这人，既要强调身份，又要区别于天子。这以后办公的地点呀，也迁到了淳王府的宝汉堂了。不要斗气儿啊！凡事不要斗气，慢慢适应。人家既无太后的威望，也无太后的器具，不就这么小鼻子小眼儿吗？看看咱祖泽还能不能再召咱一程。我不在家，有谁来过？一堆人，多数是你留日校友。都谁啊？熟悉的就李仁俊，又往家里送了一堆东西。这王八蛋，国丧期间不好歹的保定，又跑到京城来。瞧他那样，好像有事要托你，没说出口，说改天再来。那家伙除了袁大人没别的事儿，倒是那件事儿，你替我打听了没有？哪件事啊？凯之啊，这小子想跑，才能跟裙带拴住了他。找着合适的没有？寻觅了。为这事儿，我还和涛贝勒的福晋喝了茶，跟他打听来着。别在那圈子找。在那儿找，在哪儿找啊？人家可是朝廷的戍边英雄。听我的，我看这事儿，你得回趟娘家，让你娘帮着找，我就不信，这么大个宛平找不到一个凯之可心的女人。你该不是要让咱爹在宛平城贴张招亲告示吧？怎么不能？
朝廷的戍边英雄，还配不上一张满屏的告示啊！千里兄啊，千里兄，你真是一点心眼儿也没有。你说这国丧期间啊，你大包小包的往京城里跑，你这不害人家屠方的吗？一封揭发信到督察院，那乌纱帽可就没了。可他妈的，同窗见面带点土特产怎么着？那督察院管得着吗？你的老东家袁大人，得了不得了？袁大人，袁大人怎么了？这些天，多少人在上奏弹劾袁世凯，那些人，可都是一口吐沫就是一把刀，你懂不懂？还真这么邪乎啊！所以啊，非常时期，还是得小心行事。你说你李仁俊啊，除了张口闭口会喊你的袁大人，你还会什么？凯日啊，你别说，我这一趟是专门为了袁大人的事儿来的。你啊，我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要来的，不行吗？你说你还真有点那傻愣劲儿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就你李仁俊，我不信。你什么时候这么敏感了？狗鼻子这么灵？说，谁让你来探消息的？没谁派我来，真是我自个儿要来的。李仁俊呢？李仁俊，你没这本事，别什么事儿都跟着掺和。这么跟你说了吧，两宫驾崩之后，什么事儿最大？就是这事儿。你说你一个小小的副标头，这事儿闹大了。不是闹大，是本来就大。摄政王和袁世凯，那是死茬。原来啊，有太后护着，老太太一死，你那袁大人的前程，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了。伸头是一刀，缩头还是一刀。不杀他杀谁呀？啊，坏了，你说。这事没救了。老爷们，请朝这儿看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我数1、2、3啊！1、2、3。老爷们，成了。各位，今日是建立禁卫军谕令发布之日。从今日起，禁卫军已经正式编成。今后仰仗各位厉兵秣马，早日建成一支保卫京城安全的皇家禁旅。好，涂芳，你来一下。讲的怎么样了，涂芳？昨日我给你的出题。是的，屠方昨晚想了一夜，觉得王爷若要除掉袁党，眼下正当其时。继续说，我听着呢。禁卫军的责任，亦多半原由北洋陆军负责。眼下
禁卫军重新编组。这最不高兴的，要数北洋陆军了。这非常危险。你怎么看？表面上看，袁世凯在北洋陆军的职务早已拿掉，可袁党在北洋陆军的羽翼已成。袁党各级要紧，都抓了精锐部队，无论如何削弱都非常困难，所以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怎么个根本解决？杀一以振三军者，杀之。也得有个罪名啊。土方也考虑了，不妨就以戊戌年得罪先帝的罪名除掉袁。如此，不仅能得到满人的拥戴，同情先帝的汉人也能够接受。你所说的呢，我也一直在想，想了很久。如果以得罪先帝的罪名办他，这事儿就变复杂了。这样一来，势必牵涉到戊戌年的变法维新，还有先帝与太后之争的是非曲直，这就牵动了荷花，带动了藕了。我怎么办呢？是维护先帝的主张，还是否定太后的作为？要我说啊，这些历史旧账，一个也碰不得。牵涉多少人事呢？谁也说不清的事，你如何去说？谁也办不了的事，你又如何去办？既然不能根本解决，那就基本解决，找个最不失理由的理由，开缺的，撵出京城。又哪能了？三令惹着你了？老太太驾鹤西去，朝廷还有几个能主事的？也就剩下袁世凯和张之洞了。说人家腿脚不利索，一纸诏书就把袁公宝开缺回河南老家了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你生什么气啊？跟你大姐玩？怎么不打劫呀？你看吧，今天开盘，凡是跟北洋沾边的，都得跌。
么事儿？你安排了没有啊？安排什么？吴先生跟张简见面的事儿啊。我想季之今天恐怕没心情。袁世凯倒了，他这个老师不是，那他哪天才能有心情啊？我可是跟人吴先生拍了胸脯的。这样吧，我今天下午有空，你约吴先生，我带季之见见他。你见他？你那个吴先生会很乐意的。舒红，怎么挑这么远的地方？宋会长喜欢清静吧？我不在上海的这段，你们走得挺近的。该不会是宋家的三少爷还对你有点那什么吧？你还这么警惕？领导也不掺我一把。他们能谈到一块儿吗？干嘛要谈到一块儿？根本就不是一类人。会长先生，事到如今，几乎所有的中国有识之士都认清了这一点，就是腐朽的清政府，非推翻不可；欲救中国，非革命不可。吴先生，这个所有是不是太武断了？季之算不算是有志之士啊？我看他的志向不在你吴先生之下，这点我不否认。看不出来，宋会长还有这么一段呢。要不我母亲能对他这么绝情？你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和我一样的人。你是什么样？一个似乎很平常的人。你很平常。你看呢？我看你很自信。还是你有眼力？人不自信，谁人信之啊？张继直主张，中国需要的不是推翻一切的革命，而是循序渐进的改良。他张简不想革命就不革命了。革命这东西不是想和不想，想和不想它都在那儿，不受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那，就我们俩说话这会儿，他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，像只鹰一样，谁也不知道他何时会落到谁家的屋顶上。还是吴先生气场大呀？怎么看出来的？你没见我爹都第2次上厕所了，吴先生动都没动。他要连一点优点都没有，我能追随他到今天吗？你迷恋他就迷恋这个呀？这个是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反正跟这种人在一块儿，你不会得忧郁症的。你能不断的从他身上获得向前走的力量。有这么一点吧，反正跟他做事习惯了，再接触别的人，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完了，再说我呢。今日大清的形势扑朔迷离，老太太留下了半截子新政，行之而善，则是日本之维新；行之不善，则是法国大革命。我和季直都认为，还是得稳当点儿。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这许多人口。商人嘛，可不就是需要市面稳定，要不然怎么赚钱呢？稳定的市场秩序，是你们的命根子。可在我吴天白看来，大乱者，就中国之妙药。你觉得越乱越好？中国人最大的病根，
就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获得很大的效果。啊，尤其是张继哲这一类的商人，眼里只有利润的最大化，这毛病不改，中国永远没有希望。这话说得好，是您的话？不，是我朋友陈政府说的。是吗？我以为这话是针对你吴先生说的，不是吗？你用一颗炸弹那么小的成本，有1000元没有？用那么小的成本，用1000元的炸弹就想撬动大清帝国的命门？我看你吴先生还是不太了解张继直啊，不了解继直这么多年来的兴国之梦。儒家有一句不可动摇的名言：天地之大德，曰生。就是说，无论政治及学问，最终的期望都是要使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。张继直也知道依靠朝廷是绝对没有希望的，所以只有在自己的范围内得尺得寸，尽心尽力，也才会有今日南通一方的福祉。张继直过于伟大了，伟大的要做大清的女娲，浪漫、可爱。你说你就是你，干嘛偏要代表人张简？这都败了算谁的？双方距离太大了，继直不接触是对的。立宪派还是别沾上革命党，沾上了，在朝廷那儿说话分量就没有了。你就好好做你的生意不好吗？偏要代表人家张简，人家是有名的低党成员，当年殿试的头名状元，还是工商企业的成功领袖，哪一头都占了。朝廷拿他这种人还真没办法，但是对你宋宝全，有的是对付办法，小心性命。你这逆子，替老子担忧呢。怎么说你也是我爹呀？倾巢之下，安有完卵。你想安心做生意就安心了。舒红姐，要不你先回去沏着吧。啊，不，今晚的来客太重要了，我得等在这儿，把客人送走再说。舒红姐，你说咋这么多人需要吴先生啊？你就看看这四面八方来的，都需要他，都要占用他的时间。这都回来上海几天了，就没见他消停过，他咋这么大能耐啊？怎么，你又担心他累着了？倒也不全是。如果你想成为他这样的人，恐怕你只能过这样的生活。他不属于任何人的，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的。北京需要他，东京也需要他，上海也需要他。干革命就是这样，你要全然的奉献自己。他就这么个人，一生为了公众活。如果有一天没人来找他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对他政治立场感兴趣了，也不需要向他索取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了，那他就完了，连一天也活不下去。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
那年在大阪，除了我，没有一个人理会他。脚上的一双皮鞋，都拿到街上去卖掉了。那时候，晚上睡觉，我都得把家里的菜刀藏好，还有绳索，怕他自杀。有这样的事，吴先生？他外表刚强，他内心也有最柔弱的一面。他喜欢我儿子的程度，超过了我这个做母亲的。在东京，多数时候都是他陪着孩子睡觉的。孩子尿床，尿湿了左边，他就把孩子弄到右边，他自己捂干尿湿处。一晚上就这么来回换。那时候，他还是个残疾人。我听他说过，你们有一个儿子。那时候，我就想，他会是一个怎样的父亲？他是个好父亲，他得有一个自己的儿子。你是说？是。那个孩子不是他的，是另一个男人的。是这样。说好，上来一下。别当面跟他提这个事儿，他会难受的。嗯。好好照顾他。你们俩认识？嗨，你给忘了，我还吃过树红的黄鱼炖豆腐呢。就你们住在东京松竹旅馆那会儿，咱们那照相机还能用吗？能用，性能比上海的国际照相还高出一截，效果也比他们强。美国柯达1903年版的，只是相机座架在东京那场事故中损失了。这座架能配吗？花点钱，上海应该能配。那这钱得你们自己出吧。嗨，这个不是问题，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几个没有人能经营这个照相馆，所以这件事情咱们晚点再定。你不是在上海还要待上几天吗？对。那总之，天白兄，这件事情太大了，必须得养张印，这样赵明心里才有底气。我刚才已经表过态了，你回去给他带个话，你就说，我吴天白虽然跟他在有些观点上不太认同，但是这件事情，我帮他，义不容辞。那再下去先告辞了。他们找你干嘛？王兆明在海外待不住了，想摘掉扣在他头上的帽子。什么帽子？有人嘲讽他说，是远距离革命派。怎么？他想回国来？嗯。你和他们派别不是一向不和？但在推翻清政权这一点上，我们是一致的，所以我答应帮他。王福生死犯前来，问我要2样东西。哪2样？一枚可靠的新型电发火遥控炸弹，再有就是你。他们要找一个有经营经验的人，帮他们在北京开一家照相馆。然
当今世界，同时拥有这2样东西的人只有5000万。冥冥之中，叔侯，这是天意。当然了，这件事情还得你同意。还有几天时间，好好想想，想好了，给黄福生回个话。不过，别跑了，别磕着门牙了。呀，你慢点，慢点。京师大学堂给我的出国费用啊，勉强够我和雪清吃喝的。德国那地方人地两生，恐怕这孩子啊，得在你这儿待上一阵子。我们已去信让叔红来接了。孩子都不是事儿，只是你一番革命的元勋，突然转身教育，远走他乡，为什么呀？我杨凯之的打入计划，可是你杨一帆制定的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搁这受罪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你的关系已经交给北方党了。听说汪兆铭马上就要来北京，孙文、黄兴非常看好你在京城的进展。唉，就让他们管吧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梁湘啊，出人意料的备受重用。我已从禁卫军里退出来了，陆军部啊，又给了我一新知县。你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骑兵总监。哦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胯下无马，马上无人，一间5尺宽的档子房，光杆司令一个，让我编撰骑兵训练大纲，得3年以上的时间。还有这等事啊？没有一兵一卒？所以啊，我们原来计划的中央革命，镜花水月，一场空谈。我跟这儿心急如焚，你却这么甩袖子就跑了，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你觉得他们这会儿还能让我指挥你吗？就算我不走，一个意见人士，说话还能管用吗？所以我管不了你了。其实我心里也难受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哎，你呀你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低吟浅唱呢？凯之啊，你知道当下中国最深重的危机是什么？什么？是人心坏了。依我杨汉华看来，今日所急需的不是练兵，不是办学，不是开矿，也不是革命，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是革新。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掉，换一个公心。有新心而后有新人，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，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。吴天白说你的理论有点绕，我也有同感。依我看，就4个字。哪4个字？身体力行。呢，快进来！哎，太冷了。不过，
吃饭了，饭好了。不过，过来过来。从今儿起啊，你就归我管了啊。爷，里面请。哎。凯芝来了。哎，冬梅。哟，这谁家的孩子啊？看着真精神。这是我一亲戚的孩子，他启程去德国留学了，让我帮忙带一阵子。你自己都带不了，还带着孩子？放这儿，我帮你带吧。今儿带着孩子来啊，也就是这意思。陆军部啊，给了我一新的职务，咱得过去露露面，别让人给我开了不是。来。哎呦，我过一阵子来接这孩子，不给你添麻烦吧？你别走啊！你怎么能走啊？一会儿还等着你唱戏呢。唱戏？唱什么戏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涂芳在家呢。涂芳，凯芝来了。凯芝啊，来来来，我这等你呢，快过来吧。我过去了。嗯。你跟我走吧，走。凯芝啊，随便坐。哟，2杯了。哟，杨总监，您可别这么称呼我。我在梁哥哥这儿也就是一个联络副官，区区的总务片。你俩认识啊？咋不认识啊？人家在延吉立过军功的，真刀真枪跟东洋人干过。瞧瞧这官衔还没我大呢。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成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